这个章节要教大家实际应用的操作，透过这堂课来帮助各位吸收及应用这些知识。在这里引用了谢孟达跟叶玉恩的使用偏最小平方回归和神经网络来开发跑鞋外观造型设计之辅助系统。在这项研究中，跑鞋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并与感性工学做结合，研究跑鞋模型与消费者情绪反应之间的相关性，深入研究来开发跑鞋造型之设计感性预测系统。在这章节，我们会先介绍他们如何使用第三类型混合式感性工学。首先，他们选择了150张可以使用的跑鞋照片，并使用灰阶减少颜色和材质的干扰。总共选择60双跑鞋样本作为参考，用于产品图像问卷和特征解构。通过采访制造厂、网络搜寻及体育杂志、期刊和广告等，确定出100组形容词语汇，共有72位消费者受邀从20组运动形容词中选择语汇，同时查看60双选定的运动鞋样本照片，最后通过集群分析，选择了4组形容词语汇用于语义差异实验的问卷，即放松与紧张、正常与休闲、笨拙与敏捷、安全与危险。感性系统作业的输入值是产品外观特征属性，而输出值是消费者情绪反应。为了获得整体跑鞋外观的完整描述资讯，他们先采访了10位专业的鞋子设计师和5位鞋子制造厂商，并猜出整体鞋外观结构，可以解构出9个设计属性：鞋头、鞋眼、鞋舌、鞋边、后套、鞋腰、鞋带、鞋领。对72名消费者重要性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出6个位置是容易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也会影响他们的购买行为。这6个位置分别是鞋头、鞋腰、鞋底、鞋眼、后套、鞋面，并使用形态分析进一步解构这6个位置，并完成运动鞋形态分析表，包括6个主要设计分类。本研究仅重于运动鞋外观和形态的变化，鞋子的材料和颜色不包括在里面。也观察到放置在鞋子两侧位置的设计元素，大都是制造厂商的标签，形式和外观变化很大，类型很多，而且难以分离或分成不同的组别。因此，只选择在市场上流行的跑鞋品牌，如 Nike、Adidas、Saucony、Mizuno、Brooks、Puma、New Balance 和 Asics， 用来形态解构的原则，完整的形态解构表。本研究中，鞋类配件的组合结构包括8种形式的鞋头、4种形式的鞋底、8种形式的鞋腰、4种形式的鞋眼、4种形式的后套和2种形式的鞋面，总共有6大设计属性因子和30个组合元素。这项研究是一个多因素和多层次的实验，但使用全部因素做实验得到的数量太多，所以只使用部分的因素，将因素减少到128个，这只是所有因素实验数量的1/64。然后他们采用 Autodesk Maya 3D 电脑动画软体建构128个跑鞋模型。为了保证参与者只关注运动鞋的外观变化，在对运动鞋形容词进行主观评价时，使用相同的位置，包括材料、颜色、照明、相机角度和渲染，显示128个实验鞋的样本。
在感性研究期间，通常使用问卷或实验来获得用户对产品的感知。感知是指心理感觉和图像。本研究采用语义差异法问卷来收集消费者对运动鞋外观和造型的情绪反应。128个实验 3D 渲染图像，分为 A 组和 B 组，每组是64个样本。大学生中有42名男性，42名女性回答了实验问卷。每个人2个小时内在24英寸 LED 萤幕上观看 3D 运动鞋图样，通过让参与者观看实验性 3D 样本图像来进行实验。鞋样本在固定的问卷界面上随机显示。参与者回答了关于4指形容词语汇的评价问卷，包括轻松与紧张、笨拙与敏捷、安全与危险、正常与休闲，给出了从1到9等级的排名。9是参与者在查看样本时能有强烈的识别，1是表示参与者对样本没有特别的印象。为了防止参与者经历实验产生疲劳或有任何学习效果，受测者隔天首先观察了 A 组的64个实验样本，然后隔一天再完成 B 组中64个样本，共回答了2份问卷。问卷的评估数据提供了变量值，可输入到后来模型结构。本研究的目的是使用人工智慧建构运动鞋的感性预测系统。实验数据包括了30个设计因素和4组形容词语汇。这些设计因素如图所示，并设置为0或1，表示使用后未使用。根据设计因素的组合，从问卷中获得感性的形容词组。因为数据组成巨大差异性和设计属性和消费者的情绪反应有关。另外，不同的设计属性中包括交互影响的可能，这会导致类神经网络训练期间的收敛困难。为了提高类神经网络的整体建模效率及预测准确率，本研究采用初步预处理、减少或简化数据来识别关键设计属性。这边显示了不同数量的组件和因子下预测的均欢跟误差值趋势图，其中 X 轴是组件数目， Y 轴是平均值，4组感性形容词变量的预测均欢跟误差值。图中的趋势曲线表示，当组成分分析的组成分因子的数量为10的时候，显示出温和的曲线，但选择更多的因素会导致曲线的快速上升，并且明显存在高低之间的变化。这表示模型预测的错误率已经增加，而且非常不稳定，也代表原始数据中的设计变量与此现象可能有高度关联。组成分分析仅考虑独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不考虑独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这导致训练资料和验证资料预测的均欢跟误差值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在本研究中 ，MATLAB 软体用以偏最小平方回归模型建构，并交叉验证出偏最小平方回归的最佳因子数，得到预测的均欢跟误差，作为确定和量测模型预测性能的基础，如图所示。由于偏最小平方回归在理论上考虑了独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尽管吃属验证误差率可能会更高，但只要因子数降到4的时候 ，PRESS 预测误差率就会降到最小值，在没有过度拟合的情况下，也获得了稳定的结果。预测效率也比组成分分析更精确，
虽然 x 包含高度相关的变量，但是偏最小平方回归仍然能够提供稳定的回归效果。不过，在仔细观察整体偏最小平方回归的线性回归模型时，训练资料和验证资料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表示数据变量可能在它们之间有一定程度的非线性关系。图表所示，使用4个因组和偏最小平方回归，以及使用10个因组和组成分分析之间的模型建构性能数据的比较，使用3个不同标准来评估偏最小平方回归和组成分分析模型的性能。这3种不同评估标准为预测的均换根误差、预测的相对误差和确定系数。关于4组感性形容词的偏最小平方回归，预测的均换根误差值均小于组成分分析预测的均换根误差值。其中，形容词语汇、笨拙与敏捷预测的均换根误差值最低。这表明偏最小平方回归不仅在降维方面比组成分分析表现更好，而且在整体预测性能方面也更佳。来自每组形容词语汇的 R2 值也大于 0.7， 表示模型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比较它们的结果，偏最小平方回归 R2 值通常高于组成分分析的值。笨拙与敏捷的 R2 值甚至高达 0.97， 几乎解释了由数据引起的变化。形容词语汇正常与休闲的 R2 值最低 0.6273。虽然偏最小平方回归的形容词语汇正常与休闲、安全与危险的 R2 值与组成分分析值相比较低，但差异很小。使用偏最小平方回归获得总体的 R2 值显示较小于平均变化，并且均大于 0.7， 这表明偏最小平方回归在数据降维、模型预测效率以及本研究中的稳定性和稳健程度方面比组成分分析更合适，显示偏最小平方回归倾向于产生优越的模型，因为它通常产生较小的误差。此外，偏最小平方回归的回归系数与系统的已知物理行为一致。在这项研究中，共有6个独立变量 x1、x2、x3、x4、x5、x6， 用以表示产品意向评估对4组意向语汇的平均值。这是表示4组形容词的偏最小平方回归系数的强度图。正回归系数代表 x 对 y 的正面影响，负回归系数代表 x 对 y 的负面影响。较大的绝对值则表示出鞋底如果更简单平坦，消费者会产生强烈的放松感。如图 x61 回归系数的值 0.2 表示附有图案和装配配件的跑鞋会带给消费者较大的紧绷感。x61 回归系数的值 0.25 表示如果跑鞋不包括添加的图案或装饰配件，则消费者会增加放松的感觉。在结论中复习一下，首先简单挑出重点，帮助同学们可以快速理解。他们挑选跑步鞋照片和形容词语汇做一份问卷，获得6个对消费者来说具有吸引力的部位，并做出分析表，绘制 3D 渲染图，做成一份语义差异法问卷。渲染图分成 A 组、B 组，将问卷获得的评估数据提供变量值，可以输入到后来的模型。接着，他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使用人工智慧建构出一套运动跑鞋的感性预测系统。因此，他们使用类神经网络进行分析，发现到
不同的设计属性中交互影响的可能，会导致类神经网络训练期间收敛的困难，并尝试使用偏最小平方回归模型构建，交叉验证出偏最小平方回归的最佳因子数，得到预测的均欢跟误差，作为确定和量测模型预测性能的基础。与主成分分析比较之后，得到偏最小平方回归的误差较小，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因此，以偏最小平方回归为主，进行4个图像语汇的产品图像评估，透过数值得到消费者对造型的感受。下章节我们会为各位同学介绍此预测系统的后续发展。谢谢各位。